我是 Josie， 欢迎大家来到 JoJo's Magic Pocket。今天我要做一款非常有春天气息的樱花奶油塔。虽然春天就快要过去了，但是我要在这里试着去抓一下春天的小尾巴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将杏仁粉、低筋面粉，还有盐和糖粉一起过筛。筛好了之后，我们要用蛋抽将它们搅打均匀，放在一旁待用。接着要将已经室温软化好的黄油转入到搅拌缸中，用低速搅拌直到黄油顺滑。然后要将已经过筛的干粉分2到3次，依次的拌入到黄油之中。再打入一个鸡蛋，接着是1茶匙的杏仁香精。最后我们要将已经成团的面团分为2份，用保鲜膜把它包好，轻微的整形一下。再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室冷藏2个小时定型。接着我们将已经定型的面团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成厚约0.5厘米的薄片，要垫一张保鲜膜在中间防粘。如果擀到这个程度，你发现这个面皮还是有一些粘手，你可以把它放回到冰箱冷藏室再冷藏半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要用直径约20厘米的大碗来刻出一个圆形饼干胚，然后再用刀将这个饼干胚轻轻地从碗中取出来，稍微的塑形一下，再用直径8厘米的切膜或者是碗把中间的这个圆形部分去掉，我们只要保留环形部分就可以了。稍微的整形，这个环形的饼干我们要准备2份。然后我们就要将饼干送入到烤箱中层180度烘烤20分钟，直到饼干表面出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饼干出炉之后，我们要把它放在室温自然的晾凉。现在我们要来准备马氏卡彭芝士奶油霜，我们需要用到226克的马氏卡彭芝士。这种芝士的特点是质地非常的柔软，口感也是非常的柔软。个人觉得它是比cream cheese 要好吃很多。cream cheese 带有一点点的酸味。我们还要搅打300克的鲜奶油，直到它出现一个小尖沟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要将这2者分2到3次均匀的混合在一起。就这样轻轻的用翻拌的手法将它们完全混匀，转移到一个大号的裱花袋里面。接着我们将已经晾凉的饼干放在一个托盘上，用圆形裱花嘴将奶油霜依次的挤到这个饼干表面。等到全盘都挤满之后呢，我们就放上第2层的饼干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将整个饼干表面都挤满。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饼干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过夜冷藏。第2天我们要来准备 Buttercream 奶油霜，需要用到约113克的黄油，将它打发到微微发白，将糖粉分2次塞入到黄油之中，用打蛋器继续的打发，直到完全的顺滑。奶油糖霜做好之后，我们要将它均匀的分为几等份，其中有2/3我们要拿来调配成淡淡的粉色和叶子的绿色。我们还要将剩余的这一部分奶油霜中的1/3调成比较深的玫瑰粉色。
还有一部分我们要保留它的原色，将它转移到一个裱花袋里面。我们也要将这个淡粉色的奶油霜转移至同一个裱花袋中，将二者分层放置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就开始制作奶油霜樱花了。这里我用到了 Wilton 裱花嘴104号和103号。樱花大概是所有花卉中最简单去操作的一种了，因为它只有5瓣花瓣，而且是单层分布，就非常的适合新手做一个入门级别的练手，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家中试一试。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花都准备好之后，我们要把它们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冷冻1个小时来定型。当定型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漂亮的花都转移到我们的奶油塔上面。到这个部分，大家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力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任何的设计。你甚至可以将这些奶油霜的花朵换成你喜欢的水果，我想这样的口感也应该很不错。我这里还用到了一个 Wilton 66号的裱花嘴，来做了一些装饰用的树叶。我们的樱花奶油塔就装饰好了。我还用一些剩余的边角料做了2个迷你奶油塔，也同样是用了这些奶油霜的花卉做了一些装饰，还放了一些糖珠在上面，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就是今天的樱花奶油塔啦！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你们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